那我们接下来就很快的看一下美欧之间的关系。其实啊，欧盟的官员也是很紧张。你刚刚讲说冯德莱恩就非常的紧张，对不对？我觉得重点不是冯德莱恩而已，我觉得重点就是俄乌战争是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会给全世界地缘政治产生一个示范效应。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德国的部分啊，已经出现了红绿灯政府的垮台啊，那他明年3月可能就要国会改选。这个德国其实是受到乌克兰战争当中影响最大的。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很多人在第一天就细数说，哇，所有的领袖通通都向川普祝贺了，只有普丁没有动静。普丁有动静了，他恭喜川普，然后说我已经准备好跟你对话了。哇，这个态度很有意思。所以俄乌战争的解决方式会影响美欧关系太大了，季老师。对，因为这个欧洲恐慌很大一个根源就是俄乌战争了。对，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说，欧洲人会认为他必须要独立去面对一个战胜这个俄乌战争战胜的俄罗斯，然后呢，他怎么样再回复跟俄罗斯的关系？因为现在他们是全面跟俄罗斯做决断，那所以就是说，这个里面我觉得是他们要做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倒不是对外关系难以解决，而是就是说，现在执政的这些欧洲政府啊，他都面临这个考验。那会不会得到他们自己内部人民的支持，或者说人民的赏识？这个是他政治很大的风险。政治人物不是考虑国家民族的前途的啊，绝对考虑自己。欧美是考虑自己个人跟他政党的前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所有的现在执政的欧洲政府都是一大考验，而且它就变成就是说是无法预测的。无法预测，而且这个目前的看的方向，川普讲出来的解决方式，事实上是对这个现在阶段这个过去2年多跟着这个拜登政府完全这个护从拜登政府的这个俄乌战争策略，这些国家这些政府他面临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他能不能安然过关不被他自己的人民赶下台这是他们最大的恐惧。所以俄乌战争牵连的是每个欧洲国家的自己的领导人的未来前途，对不对？对，当然。其实也不用等到这个俄乌战争结束啊，你现在看到英国也换人啦，然后意大利也换人了啊，荷兰也换人了啊，然后法国其实只是差一点而已，对不对？只是他还没有总统大选。德国眼看着明年就要换人啦，日本也换人啦，所以你根本不用等到俄乌战争结束。但是我要很快的问一下介大使，你觉得俄乌战争不要讲1天24小时啊，明年第1季结束的可能性大不大？我觉得不会这么快因为事实上，这个当时川普把事情看得比较简单他这样子，他跟普丁的交情他做出这种豪语我上了通跟普丁打个电话就解决。普丁第一个钉子就已经碰给他了，当时这个佩斯托夫就已经讲了说，我们普丁不会恭喜你的，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你美国对我们还把俄罗斯当做一个不友善的国家，你对我很多不友善措施，所以他现在在出牌了。他现在已经在谈判了，就是说谈判不一定要两个当事人坐下来谈谈判可以找第二者代理人，叫传话就可以，都是在谈判。所以普丁这个已经出价了，可是你看他立刻他又说他愿意跟这个他先抛一个这个大就跟川普一样玩法嘛。我先说我要增加你200%的关税，那并不是真的要做，而是说这是我的要价，我的谈判的起价在这里，你来跟我谈。那现在就变成普丁也是用这个方法对付川普那所以就已经开始已经隔空已经对话。其实我们看就是谈判已经开始了。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拜登一个当时太过于自信，就是说我要以 President elect 的身份就开始谈，这个基本上得不到支持的，没有合法性。好，你不是讲拜登是川普，这样你怎么看？明年因为明年第1季就涵盖他已经上任了，然后上任之后呢，那么前面这2个月的时间，他有机会结束俄乌战争吗？用什么样的方式？俄乌战争的关键有俄罗斯的部分，也有乌克兰的部分第一个，俄罗斯要求解除制裁，那乌克兰的部分就比较复杂，就俄罗斯要他不能参加北约，对，甚至要求他中立化
那乌克兰如果要答应这2件事，他没有安全担保啊，那谁敢去谈？搞不好去谈了都被人家贴标签说你要投降啊，搞不好会被暗杀了，谁来保护他？所以我认为，事实上这件事其实是高度的困难啊。因为川普讲这种吹牛话太多次了啦。他也说朝鲜半岛很简单啊，有解决吗？跟金正恩你提的条件，人家根本不可能接受嘛，不可逆转的全面废除核武，怎么可能呢？那你承诺你不打我啊？这种东西怎么可能这样承诺？所以我认为俄乌战争的核心问题是乌克兰怎么自保的问题。他如果没有自保的把握，找不到人可以代表乌克兰啊。所以你觉得俄罗斯要提的条件，川普同意的可能性高，但是乌克兰要的保障，川普不会给他，所以让乌克兰下不来。北约要给啊，不然你就给一个局部的安全承诺，总是要有方案啊。其实我觉得川普比较可能就是烂摊子丢给欧洲人。对他基本上有可能，他就基本上你继续打的话，美国就可是安全承诺欧盟很难给了，一定是北约了。现在就变成欧洲人，我想他最坏的想法就是说，川普不玩了，对不对？剩下你们欧洲人自己玩。我支持你，可是我认为这是欧洲人的问题。这里欧洲有一个关键人物哈，我认为会浮现啊，就是跟川普有旧交情的 Meloni。而且因为他代表的是意大利，这国家也不是太小，因为匈牙利的奥班就太小了点啊，不然这2个人都是跟川普还有普京都是有交情的啊，所以我认为 Meloni 现在已经被注意到了，他未来的影响力一定会超过冯德莱恩，意大利的这位女总理。对 Meloni。好，所以香蓉你怎么看？因为这是一个示范，全世界。川普一上任，大家一定观察的是，你到底跟普丁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易，而这个交易将会成为未来地缘政治的示范。普丁对俄乌战争的处理的方式不会脱离我们刚刚讲处理南北韩的模式，就是当我开条件给你，你不接受的时候呢，那我就去找你的敌人。那我会告诉你，我跟你的敌人很好。那今天我对于你泽伦斯基所开的条件你不听话的时候，美国筹码很多啊。第一个我装备不给你嘛，你看到今年3月以后呢，他打得非常的糟，就是美国有一段时间装备没给他，只要装备一收，弹药一收了之后，你就是打不下去。所以他其实以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就是个待宰羔羊，他没有什么筹码。他基本上就是看美国怎么出牌安排他的命运。所以刚刚郑亮讲说乌克兰没有下台阶，他没办法谈。你觉得这种事情有可能在没有任何下台阶的情况都要逼乌克兰谈？那可能是泽伦斯基个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乌克兰来讲，他已经形同亡国，他这场仗都白打了。我认为以现在川普上来之后的情况，他想要在目前谈出一个可以让他加入北约，他失去了1/4从1/5的领土，但是能够加入北约换到终极安全的那个可能性都不大，领土的失去是必然的。但是现在听俄罗斯的讲话，有一句很特别的，他认为现在呢就应该呢是用一个他要把自己设定在一个战胜国的立场去谈，而不是呢停火和谈，它不是和谈的概念，他要大家呢先认知它是一个战胜国。战胜国它是开条件的，就是说对于战败国呢是开条件的，所以你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是我决定的。我也可以，虽然不至于要求你无条件投降，但是那个条件呢是我来开的。这个战胜国的立场是俄罗斯一定会先要求确立下来的。那冯德莱恩现在的角色非常尴尬，我刚刚讲他已经用很谄媚的话呢在把，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去基辅次数最多的人。他基本上面，他一直就像是小马可仕一样，他一直作为民主党的政府呢，拜登呢在欧洲的代表，当一个看门犬的角色，所以眼前呢他会呢非常的尴尬，可是他又才刚选上而已，他的任期还蛮久的。他即使呢在幻想，就是说他在祝贺川普的时候说，希望呢继续呢，就是说他是怎么讲？他说我温暖的恭贺川普。
然后呢，欧盟跟美国不只是盟友，人民之间有真正的伙伴关系，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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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恶心哦！让我们合作制定一个强大的跨大西洋议题，并持续呢带来呢美好的成果。那个冯德莱恩的讲话，你认为对川普会有用吗？就是美欧之间呢是不可能存在一个跨大西洋议题的。这在呢他的第一任期呢已经看到了。每一次特朗普不管开 G7 也好，或者呢去开呢北约峰会也好，或者去参加欧盟的会议啊，都是不欢而散，没有一次例外的。那但是现在的欧盟更弱了，因为欧盟在俄乌战争之后呢，整个被掏空。但是现在呢，川普回来了之后是要第二次的再掏空。那对于现在的欧盟来讲呢，我认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呢可以跟呢美国谈的，所以他的姿态呢非常非常低。但是我们在谈到呢，就是呢未来的大西洋关系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种的谈论的调子呢，在暗示就是说，今天的川普一定是想要联俄制中。就像呢，台湾会说呢，一定是联台制中一样，我不知道那怎么想的。当俄罗斯把苏57呢摆在珠海航空展呢去拖卖，我说是拖卖，就是那个是一个卖场，对，那个是一个卖场，是一个国际军火买家的一个卖场。我把我最好的东西摆到你的店里面托你卖。把你当做委托行样卖，那个呢？你还要讲什么？那是他最先进的装备啊！其实未来的美欧的关系，川普会联俄制欧，而不是联俄制中，因为他要去破坏中俄关系，我认为没有可能性。中俄关系他们互为战略依托呢，那是两个国家安全的根本。我觉得要破坏的可能性很小。可是呢，欧洲会非常的尴尬了，不只是呢，川普在他的任内呢，他所有的就是说退群的机构，几乎都是欧盟的核心价值。那些的核心价值的矛盾，不是一个冯德莱恩摆笑脸呢就能够化解的。未来的大西洋的关系呢，是最痛苦的。所以呢，你反而看到呢，英国赶快严着脸，斯坦默是工党你又不是以前的那个保守党的金毛，对，又不 Boris Johnson 是英国的川普，或者呢，你今天看到米莱呢是阿根廷的川普，你看到的杜特尔特呢是呢菲律宾的川普，世界各地都有川普，可是就不是你斯塔默，可斯塔默认为呢，我认为英国闻到了美欧关系不会好，英国的机会来了。美欧的对抗当中，英国其实是有机会的，当然，不知道，但是美国会给他这个机会吗？欧洲会给他这个机会吗？这是他非常难的一个时刻点。好，那我们先谢谢黄凡的斗内，他说从最近台湾跟美国蓝营的相似的选举运行来看，两个其实都没有采用什么初选，就选出了没有选举能力且望之不似人君的候选人，最终走向了不可避免的大败。从选举机制的角度分析，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当然，其实我们今天本来一起要谈一下就民主党的惨败。我这边先让大家看一下加州的那个选举出来的那个图那个对，民主党是很强的警讯。你现在看到加州绝对是民主党的铁票区的铁票区，在选举期间，矽谷有一堆的科技人才都倒向了川普，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个警讯。而现在投票出来的结果，你可以看出来那有多么可怕。所以这个红潮在传统的民主党的阵营当中都出现这个变化。所以，双方的这个提名有一些问题啦，但是我觉得不太一样。我觉得真正的关键点其实是在于那个社会力改变了，而民主党没有掌握住。我今天早上有注意这件事情。昨天其实加州最关心的是他的第36号提案。什么36号提案？36号提案呢，就是要干掉原来的47号法案。47号法案呢，就是950块美金以下的抢夺跟盗窃不罚，警察呢不会管。他36号提案呢，把那东西给推翻了。你知道加州昨天真正关心的是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也影响到川普为什么可以在加州拿这么多票，为什么贺锦丽这么不受欢迎？其实他也是反映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还要谢谢很多好朋友的这个斗内，然后我们很快的谢一下，然后包括青云的斗内，他说川普有提过针对 LGBT 他要做什么样的规划吗？他没有嘛，对不对？可是他有说，他说以后美国的法律里面只有2种性别，原生男跟原生女，就这样子你就知道了。没错。好，仙草他说中俄朝搞好了，日韩欧就解决的差不多了。好，那 Boya 他说 Mega 是战术，但 NATO 是战略，可惜美国现在没有实力搞战略了。我们后续呢，当然会观察一下美国的剧烈变化，以及全世界的剧烈变化。其实川普当选那一天啊，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们新闻界热闹了。好，未来每个礼拜都要跟大家见面哦。好，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收看《风向龙凤配》，下礼拜见，拜拜。Yahoo。